天我们继续来看黑神话悟空与神图。今天要讲的是小妖的部分。古灵寻，黄土黄土，尘土销骨，枉死修士，其心何苦？乘风兰溪，失于钟鼓，复在灵韵，化身异物。翠屏村有个青年，父母早亡，贫苦无依，乡邻都欺负他。这日，村中猎户在山里发现个怪洞，不知深浅，时时传出怪响，非常骇人。乡友们不敢擅入，便把青年塞了进去。因那洞中无光，青年看不明道路，脚下踩空，从个断来跌落，发出几声怪叫。众人听见那叫喊，以为洞里果真藏着厉害的妖魔，竟撇下青年，全都逃走了。青年坐在崖底哀哀的大哭，忽而听见个骨头折断之声，窸窸窣窣，接连不停地响起。青年吓得赶紧闭嘴，却听黑暗里传来一道足音，不断向自己靠近。青年心下惊惧，大喝道：“你别过来！我无父无母，命苦肉酸，吃我无益。”不想他一语道完，那足音真就停下了。久之，青年对这个黑暗饿得头昏眼花，绝望道：“没人会来搭救我，你快吃掉我吧，让我死得痛快些。”待他说完，果真足音又响了起来，慢慢靠向青年。青年自认必死无疑，万念俱灰，不想却是传布料裹到他的脸上。他伸手去拉，发现是只衣袖，便赶紧拽住。那衣袖拉着青年站起，带着他在黑暗中摸索前行。良久，终于找到了洞口。待天光照见眼前，青年才发现自己竟是被一条骷髅蛇怪引着。一时张皇无措，那怪见状，脖子肃然伸长，长颈很少，将他抛出洞外。后来青年被路过的商队救起，跟着他们离开了村庄，生活也越来越好。俗语谓：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存。虽然不能尽兴，但世事发展到极点，总会带来变化，变化就会带来机遇。走过最低谷，就是通达的道路。这段故事展现了青年在命运面前的无助与转折，融合了恐惧、惊奇和重生的主题。青年被迫进入深洞，象征着他陷入了人生的谷底，无人援助，处于极度恐惧之中。然而，在他绝望之际，
呼噜蛇怪反而成了救赎的象征。这种形象反转令人惊讶。呼噜蛇怪在黑暗中引导他，尽管怪异，却最终将他带回了光明世界，象征着祸福相依的哲理。青年从一开始的懦弱与绝望，经历了与异物的接触，最后得以重生并开启新的生活。这过程展现了命运中的无常与转机，尽管看似无解的困境，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契机。这也是故事中的核心寓意。最深的绝望中蕴藏着重新崛起的希望。这段故事反映了传统民间信仰中的福祸相依观点，强调逆境往往是成功的节奏。正如最后所述，走过最低谷就是通达的道路。如果你喜欢黑神话、悟空、与神图一系列的故事，再请您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